我们来看一下电线这个插头呢，从根部断掉了。有很多人呢，就是直接把这个插头给扔掉了。其实呢，不要把它们扔掉。如果扔掉的话，就有点太可惜了。我们呢，也可以把它给接起来。接好以后呢，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安全，也是非常的牢固。首先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按照常规的接线方法呢，直接接是接不了的，因为它从根部断掉了，没有办法剥这个皮，所以说没有办法接。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其实呢，可以给它做个外科手术，然后呢，就可以把它给接好。接线的方法呢，非常简单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用一个刀片或者是一个锯条之类的，给它做一个外科手术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接线之前呢，首先先看一下这个插头这一节呢是一个保护，它是一个保护皮，保护这个电源线的。我们在给它操作之前呢，首先要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扁的部分我们用个刀片或者是锯条，在这个扁的这部分呢，这边一部分给它先切割一下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一面也一样给它切割一下。切割这个保护套的时候是有一些重点的，一定要注意。我们先把它切开，切开之后呢，然后给大家来讲一下。切完这一面之后，然后呢，还是一样就切另外一面，把它切到电线外皮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切完以后呢，把这个保护层呢给它这样分开掰开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电源线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拨开。在这儿这个重点呢，就是说这两个这个保护层不要把它给剪掉。我们下一步呢还需要用它掰开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接着就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拨出来。然后呢，内部的两条线就拨好了。接下来呢，先给它拨出线头，拨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给另外这条线也是按照同样方法就是给它先拨出内部的电线插头。拨好以后呢，我们这样呢就可以往上面来接线了。首先我们看因为这边线头已经露出了，我们先给它接一条线。接好这条线以后，然后呢，给它缠上绝缘胶带，做个保护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再接另外一条，接好也是一样，给它呢先缠上胶带，做个绝缘。这个胶带一定要把它缠好。然后呢，用绝缘胶带还是一样把这个外边这个保护皮给它再缠一下，一定要把它缠紧。缠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因为这一节呢已经变得非常细了，所以说我们在缠这个胶带的时候，在这一块呢一定要多给它缠点胶带，让它保护一下这个电源线。这样呢，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更加安全，也更加耐用了。这样接好以后呢，使用的过程中还是非常安全，也非常牢固的。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手机充电线坏了以后呢，大家先不要着急把它扔了。其实呢，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作用。今天视频呢，我来给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一下。首先，充电线呢坏的部分呢，一般都是这个小头部分坏掉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只需要用剪刀把这小头这部分给它剪掉。剪掉以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先看它这个内部呢是有4条线，我们呢主要就需要用这2条线，就是一个红色和一个黑色，其余的这2条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用的，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给剪掉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把这个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给它先拨出线头 ，OK， 然后把这个充电线呢我们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，再插在电源上面，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手机的激活工具就制作好了。这个工具呢可以修复家里的这种锂电池，像锂电池呢使用比较多，长时间使用有些情况呢就是它亏电了，或者是电量比较低的情况下是充不了电的。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，这个电池呢它也就饿死了，所以说呢也是充不上电的。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一节就是充不上电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，这个充电器的指示灯是绿色的。
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放上去看一下，看是不能充电的是吧？正常充电的情况下，它是会变成红颜色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需要给它强制充上电，给它激活一下。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工具了。红色的这个连接电池的正极，黑色的负极连接电池的负极。就这样，大概充个10秒钟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。一般都是可以充电的。如果不能充电，我们就需要呢，接着还需要这样给它再充个10秒钟。大概呢，现在已经充了10秒钟了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电池能不能充电。如果不能充电的情况下，还需要接着再我们看一下指示灯变成红色，就说明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，修复好了。接下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充电线的第二个非常好用的作用，就是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家里边这种常用的电池，看一下这个是纽扣电池，然后这些呢就是一般遥控器上使用的。当这些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呢，如果呢我们没有时间去买，或者是不方便买的情况下，我们呢也是用它可以给这种电池强制充电来作为应急使用，还是很不错的。首先啊，我们就先看一下这种电池吧。没有电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这两个就是黑色的是电池的负极，我们把它接在电池负极上面；红色的正极接在电池的正极上面，也是一样啊。就这样，大概个10秒钟就可以了。这样给它充完电池以后呢，它就可以啊接着再用了。作为应急方法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呢，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3种好用的方法，就是呢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充电器它是个5伏的电压，然后呢，像家里的一些小的数码产品，或者一些别的产品上面用的这个电源适配器呢，时间长了后很容易坏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也是一个5伏的，当它坏了以后呢，其实也可以用它来代替的，方法也是一样啊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坏掉的这个东西呢，不要扔，也是一样啊，把这个线呢给它剪断，剪断之后啊，就这个样子的，它的内部呢就2条线。也是一个黑色一个红色，然后呢我们啊就把这条线黑色接黑色，红色接红色，接好之后用胶带把它缠起来之后啊，也是完全可以代替这种适配器来使用的。这种我们用这种手机充电头来代替它更耐用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适配器一般最多就是500毫安或者是1安的，像我们智能手机的充电器一般都是最少是1安，还有一些就是2安的，所以说呢它更耐用一些。其实呢手机充电线还有很多的功能，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
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在我们家里边的电器上，比如就是电饭锅或者是电饼铛上面使用的这种传形开关，这种传形开关它是大功率带指示灯的，因为这个开关承受的电流比较大，时间长了的话很容易把它烧坏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已经就烧坏了，看一下这个开关，当我们把它打开的时候，这两个角是导通的，它承受的电流比较大，然后这个接线这一端，如果线接虚以后，它就会发热，发热严重以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开关3个引角该如何接线。我们拿个新的开关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新的，然后这些都是新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新开关，上面都是3个引角，然后啊有一个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发黄的，黄颜色的，其余2个都是白颜色的，这个是全部都是白颜色的。先给大家说一下这种开关的接线方法，然后再说一下另外一种的。这开关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有的是双开关，这个一般用在电饼铛上比较多。它和这种接线方法是一样的，它就相当于是2个在一起粘合的，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。还有这种开关也是3个角，接线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它的外观只不过比它做的稍微厚一点。开关上面是3个引角，这个引角是黄颜色的，另外2个是白颜色的，它们颜色不一样。这个黄颜色的是接零线的，这个零线接上去以后啊，是上面有个指示灯，它是给这个指示灯供电的。然后另外2个我们看一下，中间这个是接负载的，然后这一个是接火线的。当我们把开关打开的时候，这个火线直接和负载就导通了，它是控制火线的。然后这个火电它也会经过这个指示灯，所以它这个灯泡它就会亮了。对于这种3个片不一样的方法大家都会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啊，是3个片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白颜色的。像这种它的接线方法其实也很简单，等我们讲完之后啊，等会儿我们用实物来操作一下。对于这种开关其实接线方法也是有技巧的。我们看一下开关，左边这是关，右面是开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右面这条线，它就相当于是这个黄颜色的这个接触片。我们把零线接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中间接负载，这边接火电。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边2个角千万不要接火电或者是零电，因为接上去之后啊，我们把这个开关一打开之后，这2个角直接导通了，它就会出现火电和零电直接连电的情况。现在我就把这个开关给大家接在电路上面，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。这个小指示灯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负载，然后我们开始把线接上去。电源这个零电我们接在这个黄色的片上面，然后这个负载我们接在中间，然后就是火电接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，打开开关以后啊，我们看一下指示灯已经亮了，而且这个负载也有电了。我们看一下，灯已经亮了，然后我们把它关掉。这个开关它是控制火电的，这样的话我们使用的电器比较安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前2天我修了一个电扇，这个电机就是从电扇里面拆来的，这个电机是有问题了。我们通上电看一下，它问题就是通上电以后自己不能启动，然后用手转一下的话就可以启动了。这个电机我已经换过电容，它还是老样子，然后这个轴承用手转的情况下还行，也不算太沉。像这种问题都是电机坏了，它这坏的部位就是这个启动线圈，它应该是断了，有问题了。然后我们从这个缝隙里面也没有看到有烧糊的痕迹。我们用腕表来测量一下它的启动线圈，看一下它的组织。连接启动电容的这2条线就是它的启动线圈，一个是黄色，然后另外是连接这个电源线就是黑色，这个没有任何反应，应该是启动线圈断了，就是黄色的线。我们把这个电机拆开来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修好。这个侧面就4条螺丝，我们拆开看一下。像这种情况我也是头一次维修，一般的像这种情况直接都是给客户换电机，拆开看一下吧，看看能不能修好。拆开以后我们把这个线都给它剪断，然后找出来这个黄色的这条线，
看看黄色线有没有烧断。这个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这个上面粘了一层清漆，粘得挺牢固。给这个电机做了一个手术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找到这个原因了。看到没有？这条线就是启动线，黄线。看一下这个启动线圈，这个已经都烧下来了。我们把这个给它接上，应该就修好了。我们用汪洋表的2极管档量一下这个黄色的启动线，看它是不是这一条。确实是这条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线头焊上去了，焊上去后，然后我的心就凉了。焊接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线包是个铝线包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看到没有？刮开以后是白颜色的。这个铝线包啊，一般的就无法维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修不及啊。这儿焊上以后，很有可能别的地方它氧化也有坏的。像这种情况，如果朋友们碰到的话，是铝线包的情况下就不要修了。这种修好的距离比较小，就算修好了，估计也用不长。然后我们再测一下它的阻值，看还是没有阻值，这就证明啊，这个线包里边启动线圈还有断的地方。通电再试一下，看看还能不能再转。然后还是用手，还是老样子。像这种铝包的电扇，一般用个2、3年，它这个铝包线一般都会坏。它时间长后出现氧化一些问题，它就断了。所以说以后再修的话，如果碰到是铝线包的情况下，就直接放弃就可以了。维修的话也比较麻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家里电器上面坏的这些开关，千万不要把它们扔掉。其实呢，只需要给它接2条线，就能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。在生活当中呢，用处非常多，有钱呢也买不到。首先，咱们先看一下，无论是这种长方形的开关，或者是这种圆形的，再或者是这种椭圆形的开关，都能用。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。首先呢，咱们先看一下坏掉的开关呢，一般啊都是这个引脚都是烧糊引起的开关不能用。然后呢，再看一下这个开关也是一样的，都是引脚烧坏了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内部一般都是不容易坏的。现在啊，咱们就把它拆开，主要呢就是用一下内部的元件。首先呢，就是找一个这样的刀片，把它给打开。拆开之后呢，其实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好东西。好，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咱们看一下，它这个内部呢，把这个拽掉，然后呢可以看一下里面出了一个弹簧，就是几个铜片。咱们先看一下这3个片啊，一个黄颜色的，然后2个白颜色的。其实呢，这个黄颜色的它是一个铜的，然后这2个白颜色的它也是铜的。我们把这个刮完之后就能看出来，内部其实它就是铜的。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卖钱的，但是呢这个不是重点啊，重点呢我们是需要用到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呢在生活当中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。首先咱们来看一下，它有3个强大的功能，最后一种呢它的使用最多。首先啊，咱们先把它首先呢给大家先分享第一种。首先先把这个上面这条线给它先拨出来，然后呢这边也有一条，也是同样给它先拨出来。这上面呢一共就是2条线，好，拨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就把中间这个拿下来，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奶泡，然后呢这个就是4环电阻，然后呢拿出我这个祖传的插头，这个插头比较年多了，大概有20年了。把它先打开，打开以后呢，咱们把这个奶泡给它放在里面去，把这2条线分别都给它接上。接好以后啊，把螺丝拧上，拧好以后呢，咱们把这个盖子扣上。接下来也是把这个螺丝再拧上。就这样啊，第一个小工具制作好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把它插在插排上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指示灯已经亮了，是吧？如果这个插头不是个透明的，可以把这个线做的稍微长一点，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使用的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做个这个有什么意义啊？其实呢，功能非常强大啊。比如呢，我们出门干活忘了带汪洋表，想检测墙插上面有没有电怎么办呢？
我们只需要把它插上就行了，只要上面的灯亮，就说明它有电，可以一直在上面插着，让它作为插排的上面的指示灯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呢，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二个使用功能。首先把这个塞里边啊，拿这个给大家来演示一下，弄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在这边给它先接上电。好，就这样接好之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呢给它插在插排上面，咱们看一下这个指示灯就亮了，是吧？其实呢，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呢，就是啊，也可以把这个灯啊，给它安装在插排里面。有很多插排上面没有指示灯，是吧？给它安装在这个位置，作为一个插排的电源指示灯。有电没电呢，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了。以前的这种插排使用的指示灯都是这种奶泡。第三个强大的功能呢，就是像这种电饭锅或者是热水器或者是电饼铛上面的这个指示灯啊，用的也都是这种奶泡的。如果它们坏了以后呢，也可以把它拆下来给它换上去。还有的一些电器上面呢，如果没有指示灯的，其实呢也是可以给它加装一个指示灯，就是上面有电没电呢就能一目了然了。以后遇到这种坏开关就不要再扔掉了。像我们家里面电器上使用的这种插头，用了时间长以后呢，特别是这根部很容易出现破损断裂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啊没必要换插头，也没有必要换这条线。其实呢，我们啊只要给它简单的修复一下就可以了。修复完以后呢，还是非常耐用的。如果这个插头呢根部这一块外皮坏了，然后里边这条线呢也露出里边的铜丝了，像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啊首先第一步呢，先把这个铜丝给它先做个绝缘。然后呢，我们操作的时候就是先把外边这层胶皮给它先剪开，然后呢，给它处理一下这个裸露的这个铜线，先剪开一部分，把多余的这些给它剪掉。好，剪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啊就是先用电工胶带给它先缠一下，先撕下来一点，然后呢，这样就更容易缠。一定要给它做好绝缘，不然的话，等另外一条线，假如它这个皮断开以后，也露出里边的铜丝之后，有可能它们会短路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先做好绝缘。好，这样给它缠好之后呢，再检查一下另外两条。看一下有没有破损，如果没有破损就不用处理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呢就找一个这样的硬铜线，或者是找一个铁丝也可以。在这儿呢也可以用个铁丝，其实呢用铜线是最好的，如果没有铜线就用个铁丝。好，把铁丝剪下来之后，然后呢我们给它接着再处理一下。还是啊，在用铁丝之前呢，首先在这个线外面先缠几圈胶带，缠个3层就可以了。好，缠完之后弄断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到这个铁丝了。在铁丝这个时候，这边呢我们在这儿留出来一部分，然后呢另外这个呢我们给它旋转，给它缠在电线上面。这边呢缠的时候一定让它缠的稍微密一些，就这样紧挨着一圈接一圈的给它缠起来。缠这个作用呢是可以起到一个电线保护的作用。等我们把它缠完之后，然后呢给它再做下一步处理。选择这铁丝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能选择太粗的，稍微细点的。好，缠成这样子之后啊，然后呢用钳子把这个头给它先折一下，折成这样。这边呢也一样，折一下，折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多余的太长，给它先剪掉一部分。OK， 就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在外面再缠一层胶带。这边露出这个头的原因呢，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防护作用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呢在使用的时候，这个根部呢就不会打死弯。如果打死弯的话，还是很容易这边断裂。所以呢我们加上这个之后做个保护，然后缠胶带，
把这个胶带呢也是一样啊，给它多缠几圈可以，缠个3、4层。缠完之后啊，好，这样就修复好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呢是非常的耐用，不仅抗拉，而且呢还比较不容易断裂，在使用的时候，再怎么折也非常的好用，也是完全没问题的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个称体重用的电子秤，它的问题是不显示，就是不开机。这个后边的电池我已经刚换过了，这是一个新的电池。我们拆开后壳看一下，它这个主板上面到底是什么问题。这个电池已经换过了，还不能开机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开关，看它到底坏不坏。这个开关一般时间长以后不用，它就最容易坏了。我们把这个板子给它拆下来。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给它拆下来。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到这个开的位置，我们测量一下它的引脚，看一下能不能导通。不直接导通啊，看一下有这么大的阻值。这问题就是开关坏了，我们直接给它短接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开机。开关拨到这儿是开机的状态，我们短接的时候，把这2个角和这2个角给它短接起来就可以了。短接好以后就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给它装上电池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开机。装上电池，我们看一下，开机了是吧？它的问题就是开关坏了。就这种电子秤在维修的时候啊，这个开关是最容易坏的，只要给它短接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，维修也比较简单。这开关我们也不需要直接更换，因为啊个人他也没有这个开关。电子秤它有个自动关机的功能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关机了。等我们使用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己开，看了是吧？现在自己就开了，所以说不需要更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手机上换下来的这些旧电池，我们千万不要扔，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个简单的充电宝。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充电板就可以了。这块板呢是从马云家买的，这也非常便宜，2块4包邮。如果不想买这个充电板，也可以从报废的充电宝上面拆一个，也是可以使用的。今天我们就用这块电池制作一个充电宝。我们首先要把电池它的充电保护板给它拆下来，这儿是粘的绝缘胶布，我们把它撕开。撕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是它的保护板。我们看一下电池，这一端是正极，这一端是负极。我们用烙铁把这个板拆下来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找2条线焊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，要正极接在正极，负极接在负极。我们先在这儿上点焊锡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焊接。红色线是正极，我们就接在电池的正极。这条白线是负极。接上去以后，我们就把它接在这个充电板上面，这儿是正极，这儿就是负极。我们把它再焊上去。焊好以后，我们就用胶水把它固定在电池上面，两边都固定一下。我们先给手机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充电。可以啊，没问题，能正常充电。
如果朋友们感觉这个外观不美观的情况下，可以找一个就类似于这样的小塑料盒，把它放在里面，这样的话就看着比较美观。没有塑料盒的情况下，可以用绝缘胶带把它都缠下也是可以的。如果嫌这个容量小，我们可以找2块这样的电池，或者是3块的，电池越多它的容量就越大。我们再试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，没问题，也是可以充电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只有一条线，上面没有插头，怎么把它插到插盘上来使用呢？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3个非常好用的方法，无论呢是自己在家用，还是出门干活用，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些应急方法。这3种方法呢都非常的有意思。第一种方法呢叫做借机下蛋，第2种方法叫做无中生有，第3种方法叫做急中生智。其实最后一种方法最好用。首先咱们先从第一种开始啊。首先把这2条线呢给它先拧麻花一样，给它拧成这样，然后呢找一个手机充电头，或者是一个电器上面的一个小插头也行。这个线呢不需要把它剪断，然后呢咱们就把这条线给它先接在这个插头上面。接这个插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有一点必须要注意，先接一条，然后再接另外一条。接完以后有个注意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拧好这个线之后要仔细看一下，多余的这线头不能让它2个连接在一起，如果连接在一起是不行的。就这样拧好之后把它插在插盘上就行了。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借机下蛋的作用，就借这个机，然后给这条线下个蛋，它就有电了。这样呢就可以解决这条线用电的问题了。如果这2种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第2种方法了。第2种方法呢叫做无中生有。我们可以还有另外方法可以解决。首先先把这线都给它先弄开，弄开之后呢在家里找一条就这样的硬铜线，或者是找个铁丝也行。然后呢先给它一头呢先给它拨出一个线头。如果是铁丝的情况下，因为它没有这个外皮，就不需要拨了。咱们这儿有外皮，给它先拨掉，拨完一头，然后把另外一头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也拨下来。拨完以后咱们给这头呢给它窝一下，窝个弯，折叠一下，窝完一头再窝另外一头。好，2头呢都窝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找一个打火机，我们就这样，然后呢用电工胶带给它缠上，缠紧就可以了。缠好以后呢，然后在这边给它分开，分开之后还是一样，两边拨出线头。拨好线头之后咱们呢就把这个线呢给它接在上面，接完一条，然后再接另外一条，到最后呢再给它缠上胶带，2条线都一样，都缠上胶带。缠好之后就可以了。咱们看一下，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插到插排上了，看很轻松就插上了，是吧？无中生有没有插头呢，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自己做个插头也可以。第3个方法呢叫做急中生智。如果打火机也没有怎么办呢？咱们可以把这个打火机给它拆下来，等你着急的时候第3个方法就想出来了，急中生智，是吧？咱们打火机不用了，就这样也可以用如果是铁丝一定要在铁丝上面全都缠好胶带，一定要做好绝缘就行了。好了，视频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